大雄和小伙伴们又开始了寻宝游戏，而且这次是分组竞赛。楚木山和胖虎为此哆啦 A 梦和大雄，你们觉得哪组会赢呢？这天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冒险游戏书，他们在游戏里找到了一大箱的宝藏，但大雄扮演的监视角色懦弱又胆小，几乎什么都没做，所以他没有分到宝藏。大雄很不服气，又不是真的宝藏，分一点给他又怎样？随后他又提出想寻找真的宝藏。小夫和胖虎觉得那种情节只会出现在电影或游戏里。楚木山告诉他们，有蛮多根据古书记载找到真正宝藏的例子，而且即使是现在，也有很多人是以寻宝为主业。大雄来劲儿了，但金香很疑惑，那种藏宝图要去哪里找呢？哆啦 A 梦说他有办法可以弄到真正的藏宝图的备份，于是他拿出了道具寻宝起司。吃下这块起司就可以看到某个地方的真正藏宝图，然后再马上用画家帽和自动笔一样描绘下来，就可以得到一张藏宝图了。大雄自告奋勇要吃，但当他拿到手之后就后悔了，这起司也太臭了吧！但为了藏宝图，大雄只好捏着鼻子吞了下去。随后他眼前真的浮现了一幅藏宝图，大雄赶紧拿起道具把它画了下来。这张宝藏上记载，传承给我的子孙们。凡大潮之日，导至西方，舔狗之鼻右侧，别弄错颜色，穿越过彼此凝视之眼，然后做出选择。落款是百郎丸。其他人看了这幅藏宝图后还是一头雾水，但楚木山一眼就认出这画的似乎是骷髅岛。他拿出地图对照，果然真的有骷髅岛，而且今天刚好是大潮之日。于是他们用任意门来到了这座骷髅岛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这座小岛竟然很漂亮，他们还以为到处都会有骷髅呢。楚木山给他们科普，这座岛在古代是由狭义海盗统治的。藏宝图的落款百郎丸就是首领的名字。小夫和胖虎在知道这件事后更来劲儿了，他们仿佛已经闻到了宝藏的味道。于是小夫提议他们分为两组，以竞争的方式来寻宝，赢的那组可以独享宝藏。于是大家用抽签方式决定了组别，大雄、静香和哆啦 A 梦一组，小夫、胖虎和楚木山一组。原本胖虎还觉得哆啦 A 梦在那一组心里有点不平衡，但小夫说还有个大雄这个拖油瓶呢。随后哆啦 A 梦用立体拷贝纸复制了一份藏宝图给胖虎他们，两组就正式踏上了寻宝的历程了。静香看见有个在田里劳作的爷爷，便去询问这附近有没有叫舔狗之鼻的地方。没想到这老爷爷听了之后脸色大变，连连说着不知道，扛着锄头就跑了。但随后爷爷又回头告诉他们，这座岛之所以叫做骷髅岛，是因为这里遍地都埋着战败武士的骨骸。这话可把大雄他们吓个不轻，种种迹象让他们越发觉得这座岛有什么隐情。乌鸦站在枝头盯着他们，前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冒险潜伏着。楚木山他们很快来到了岛的西边，他认为宝藏地的入口应该是只有大潮这天才会出现。很快他们就在海边找到了舔狗之鼻。根据宝藏图的记载，楚木山选择了他右手边的那个洞口。随后大雄这组也靠他的运气找到了舔狗之鼻，而他们选择的是石壁右侧的石洞，也就是说两组进的不一样。楚木山他们很快就遇见了第一个机关，机关由黑白块相间组成，上面还写着文字。小夫先后试了，发现只踩黑块和只踩白块都不对。随后楚木山发现正确的规律是日语拼音的顺序，于是他们顺利通过了第一关。另一边，选错了洞口的大雄这组很快就无路可走了。哆啦 A 梦机智地发现墙壁对面有另一条通道，于是他们借助穿透环来到了楚木山他们所在的洞穴。随后他们也遇见了黑白机关，但他们没有楚木山的头脑，只能靠道具人力火车头硬闯了过去，十分狼狈不说，大雄还一时停不下来，差点撞到胖虎和小夫。这种借助道具的行为引来了他们极大的不满。随后大雄等人没刹住车，踩到陷阱，掉在了坑里。楚木山他们又领先了，他们来到了一面有两只眼睛的墙前，也许这里就是宝藏图记载的彼此凝视之眼。胖虎跑过去跟土墙比赛大眼瞪小眼，不过楚木山觉得谜语应该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上前弹走了墙表面的灰尘后，发现这其实是一扇门，然后大力士胖虎就上手用劲儿将门推开了。
这下两扇门的眼睛就彼此凝望了。随后他们又面临左右2个洞口的选择，楚木山还在思考，但胖虎听见后面传来了大雄的声音，没时间让楚木山慢慢想了，他们就随便选择了左边的洞。哆啦 A 梦他们来了之后，一开始也选了左边的，但最后他们还是走了右边的洞口，结果这个洞口是个超长的滑道，他们一路下滑，甚至遇到了很多螃蟹。而此时楚木山他们已经到了最后的藏宝地，这里有巨大的钟乳石，景色非常壮观。这时大雄他们从墙壁上的洞口摔了下来，楚木山赶紧跑去接住了静香，一个完美的公主抱。大雄酸了，这么好的表现机会自己却没抓住。接着他们发现有一面墙壁上刻着一个百字，大雄搓了搓手，这是他最喜欢的分数。一阵风吹过，白沙缓缓往下落，沙堆的顶端露出了一具骨骸。楚木山判断这一定就是白狼丸，也就是说宝藏就埋在这里。大家准备开挖，大雄让哆啦 A 梦拿出道具来帮忙，结果哆啦 A 梦拿出了普通的铲子，他认为挥洒汗水努力之后，才更能体会到发现宝藏的喜悦，这不没毛病。于是大家赶紧埋头苦挖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胖虎的铲子碰到了一个硬物，大家赶紧围过去一起挖，终于他们挖出了一个木箱，这一定就是宝藏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这宝箱明明没有上锁，但任凭胖虎怎么使劲都掀不开，还是大雄无意间发现这箱子是滑盖的。更奇怪的是，这箱子竟然是空的。楚木山说宝藏应该早就被别人找到了，他们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胖虎对着大雄无能狂怒，大雄很冤枉，他只是把看见的藏宝图画下来而已，地图是真的没错啊。这时楚木山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个洞的入口只有在大潮之日才会出现，也就是说洞口很快就要被海水淹没了。他们如果不赶紧出去，就要在这里等到下一个大潮之日了。他们赶紧飞奔向洞口，水已经往洞里蔓延了，还好洞口没有被完全淹没，但可怜的大雄不会游泳。这时刚才的老爷爷划着船出现在了洞口，爷爷告诉他们，百狼丸的宝藏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就被祖先们挖出来了，有了那些宝藏，才能有着满山遍野的农田。爷爷觉得这帮孩子很可爱，竟然还会相信有宝藏。原来洞穴里的那些机关是这座岛为了吸引游客打造成的冒险乐园。爷爷还拿出了观光手册给他们看，上面的藏宝地图正是大雄画的那一幅。爷爷还告诉他们，真正的宝藏在乡土资料馆里展示呢。夕阳下，这帮天真的孩子们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去，不过他们很快就振作了起来。虽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但过程还是很有趣的，众人笑得十分开心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觉得这世界上有宝藏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